我叫陈贤，一个程序员卷了20年，把自己卷死，但意外穿到了科学修仙界，在那里我用考核机制把仙人怼倒。我靠 ，cosplay 还是实景剧本杀，这痛感也太真实了吧！小子，把修饰洞府的玉简交出来！师兄，别跟他废话，送他上路。穿越了，这开局是地狱难度吧？比周一早会还刺激。项目经理催稿都没这么快，刚穿越就杀青。停！你们的 KPI 完成了吗 ？KPI 完成了吗？完成了吗？成了吗？修炼没计划，突破不复盘，你们这样蒙头瞎练，对得起宗门给的资源吗？这是严重的资源浪费和路径依赖。这优化，我3年的瓶颈松动了。言出法随，前辈晚辈有眼不识泰山。前辈大才，吾等乃进士教外围弟子，特邀前辈入教，共谋净化世界，回归本源之大业。哼，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就行了，我背了点企业管理就成大道知音了。不过这进士教一听就不是什么好鸟，还是先找个地方填饱肚子吧。总算吃了顿饱饭，得想办法搞清楚这御简和净世教。张组长今年第3房了吧？老当益壮啊！听说这小妾是外乡逃难来的，那叫一个水灵。修仙界也搞这套，溜了溜了。咦，这是走到哪了？哦，这里挺安静。你是谁？姑娘别误会，我是客人，走错了，这就走。非礼啊！姑娘冷静，我是21世纪守法公民，不干这种事。放开我！这些古代人不知道3妻4妾，我就算回去写 PPT，也比在战斗社会工具强。等等，你说写什么 ？PPT 996是福报。摸鱼，在我位置生活这样子。卧槽，亲人啊！你也是穿过来的？这叫李薇薇，我实际是在公司连续加班3天改图，眼前一黑就。李姨娘出什么事了？我不想给老头子当小妾，我想回家。我想办法，你稳住，记住，我是天机阁陈贤。你是谁？怎么在李姨娘房里？我乃天机阁阁主陈贤，感应到此地有异灵力波动，特来查看，现已无事。就你这身打扮，还什么阁主？老老实实随我去见老爷。这位道友面生得很，老夫似乎并未给阁下发送请柬。完犊子，查户口还带威压的，镇定，我是天机阁主，在下天机阁陈贤。天机阁，恕老夫孤陋寡闻。什么天机阁？怕是来混吃混喝的吧？必须想个办法管理学修仙化。可惜什么？可惜张组长空有筑基修为，却因岗位职责不清，绩效路径混乱，困于初期巅峰近20年，可惜了这一身浑厚灵力。你如何得知？组长，休听他胡言。跟我谈业绩，我先给你定个标准流程，拿下再说。且慢，张组长，以运转周天时，灵力至山中，气海是否常有微末阻滞？每逢月圆之夜，丹田是否隐有胀通？此乃典型多线程任务处理不当，导致灵力资源内耗。阁下竟能一眼看穿，莫非有解决之法？此乃小道，取一盆清水，3枚属性各异的下品灵石。此乃岗位职责明晰阵，可优化局部灵力环境。张组长，请将双手悬于盆上，运转基础周天。这股暖流20年了，瓶颈松动了。陈前辈，张某有眼无珠，冒犯前辈，万请恕罪。
无妨，相逢即是有缘。前辈请上座，快上好茶。前辈可是还有何不妥？张族长，我观你府上有一股艺术之气，与你自身气运相冲。此气不除，你此番瓶颈即便松动，也难尽全功。艺术之气从何而来？来源便是你今日所纳之妾室。此女命格奇特，身携异界气息，与此方天地规则格格不入。于正在冲击关隘的修士而言，如冰炭同炉。竟如此，多谢前辈指点。来人，前辈说的你都听到了，去解决那个变数。且慢，简单处死，煞气爆发，即刻反噬，需以特殊法门徐徐化解。此女便由我带回，以天机秘法镇压化解。一切依前辈所言，那林氏便交由前辈全权处置。吓死我了！陈贤，这次真的多谢你。客气什么，老乡嘛。你看这地方自带园林，安静私密，还是永久产权，比我们之前租的鸽子笼强了不止100倍。是很好，可是再好的地方也不是家。陈贤，我们得想办法回去。回去，继续当那个随时可以被替代的螺丝钉。那也比在这里提心吊胆强。我男朋友还在等我呢。我们说好了，明年就结婚的。我嘛，不家寡人一个，没什么牵挂，在公司就是个小透明，估计我猝死了。项目经理只会嫌项目进度要延迟，但在这里不一样。你看，我随便忽悠，是阐述点现代知识。那都是假的，是忽悠。万一被拆穿，我们会死得很难看。这些资源是真的，在这里，我有机会得到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地位，甚至力量。我不想要这些，我只想回到我熟悉的生活里去。微微，我不是不想帮你，但回去的方法在哪儿？我们两眼一抹黑，冲动行事，死得更快。哼！陈前辈，晚辈有要事禀报。进来。前辈，好消息！有人在黑风山发现了流云秘境即将开启的迹象，据说里面有古修士传承，还有一些虚空破碎的迹象。破碎虚空，是不是能？哦，秘境。张组长，这秘境危险程度如何？大概什么层次的人会去？回前辈，流云秘境在古籍记载中算是中小型秘境，通常能吸引的最多也就是筑基后期或金丹初期的大能。再往上的金丹大佬就看不上里面的东西了。炼气、筑基、金丹，听起来跟标准修仙网文差不多。我现在战五渣，得靠脑子。原来如此，金丹期便可成大能了吗？前辈，金丹大能已是一方巨擘，其上虽有元婴老祖，但那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传说人物了。既然如此，张组长，便麻烦你帮我们安排一下。这秘境，我天机阁要去瞧一瞧。据仙道者说，秘境入口的古老阵法能量正在衰减，还需几个时辰才能进入。等待让气氛变得焦灼而微妙。张家人选了一块地，迅速建立营地。这是个什么法器？造型如此奇特，非金非木，从未见过。是李老三从那边的阵法裂隙边缘捡到的，还冒着微光呢。嘿嘿，说不定是上古遗宝，与这秘境有缘，何该我得？电棍是军用的那种，怎么会在这里？别急，看看情况。这东西出现在这里，太诡异了。什么破烂玩意儿，让俺瞧瞧。哎呀，妖物，吸人修为的妖物，瞬间废人修为，这是什么邪门法器？不关我事，我不认识这东西。李老三的宝贝，一个人吞不下吧？见者有份。前辈，我们要不要过去？别着急，看看他们怎么斗。陈贤，这里怎么会有军用级电棍？除了我们，还有别的穿越者，或者是空间垃圾，必须拿到手研究。此乃大凶之物，尔等争抢，是想步此人后尘吗？
黑风山脚下，凶势云集。此乃大凶之物，尔等争抢，是想步此人后尘吗？你又是谁？少在这危言耸听！我乃天机阁陈贤，此物名曰噬灵魔骸，乃上古魔修采集寂灭雷煞炼制，触碰者轻则修为倒退，重则灵根尽毁。你胡说！这明明是我捡到的宝贝！宝贝，那你可敢再触碰一次？空口无凭，你说它是魔物，便是魔物。我看你是想独吞。来了个砸场子的，必须上点硬核演技了。张组长，借你一丝纯正灵力一用。玄门正法，封魔镇煞，乾坤无极，听我敕令。诸位请看，唯有以纯正玄门法力包裹，方可暂时隔绝其魔性。此等凶物留在世间，只会贻害无穷，理应由我天机阁带回，以秘法永世封存，方是正道。秘境入口能量失控，要提前开启了。前辈，古籍中从未记载流云秘境如此狂暴，此番恐生大变。变故越大，说明里面的机遇越大，必须进去。那是净世教的人，他们肯定知道什么，不能让他们抢先。张组长，微微，我们也进。流云秘境内诡异蘑菇林。好奇特！哈哈哈！我是世界之王，好多灵石在飞。是迷幻孢子，闭气，把它拖走。我陈贤，地面在动。快退！是灵魔藤，触及以下难以立地。往左撤，用火球术攻击右侧蘑菇和地面，制造混乱。科学破障符，起！系统警告：检测到未授权访问，安全协议已激活，毒圈将在3分钟后收缩，请前往安全区。这是吃鸡？这秘境是游戏公司开发的吗？先看看再说。哪里有鸡吃？前辈，怎么办？跟我走，这些蘑菇的排列不是随机的。谁加代码 ？Survival equals true， 这是天道符文的意思是，想活命就跟光走。快，跟着激光走！流云秘境内岩洞。老王，太好了，这个老王一定也是。陈前辈、林姑娘，二位仿佛对这流云秘境十分熟悉。张红的质问在岩洞内回荡。陈贤，糟糕，张红起疑了，得想个办法稳住他。张组长，莫非忘了我天机阁是做什么的？天机阁自然是推演天机，但这代码……观测、记录、解析万物运行之规律，此乃我阁本分。此秘境不过是一处规模更大的观测场罢了。这些意象，这些符号，正是此界底层规则的显化。我阁前辈早已涉足此地，留下标记，有何奇怪？那这老王是……正是我阁一位早已在此探索的先辈，他留下的正是通往生路的指引。张组长，此刻毒圈在外，危机四伏，你确定要在此刻纠结于我天机阁的内部事务吗？前辈，恕罪，是张某梦浪了。只是此地太过诡异，心中不安。无妨，谨慎是好事，当务之急是参悟王师兄留下的提示。这代码意思是，如果生存为真，则跟随光线。可光线已经指路了，还有什么玄机 ？Survival 等于true，这个判断条件有点意思。难道这是一个认证机制 ？Survival 等于true。
地图是秘境内部的地图。看来王师兄留下的不只是生路。天机阁的小子，识相的就把在里面找到的宝贝交出来，否则休怪老夫一把火将这洞窟连同你们一起炼了。不好，他们怎么找到的？走这边，快！追！杨亮，他是谁？我们用的金手指，真的是我们的力量吗？还是他故意给我们的错觉？快走，这地方要塌了！检测到野生 bug 正在传播知识。这弹窗界面花里胡哨的，是哪个产品经理家的？失败惩罚还用红色加粗字体，生怕我看不见吗？我举报对面烈阳宗的开挂，他们用了灵力无限外挂。收到举报，检测到目标烈阳宗使用违规插件爆气丹，已对其施加虚弱 debuff。我的灵力怎么被封了？这也能行？快找生路！安全传送服务需支付上品零食乘10或等价信息商，检测到您余额不足。上品零食，我们哪里去找？信息商不就是知识吗？我要求进行知识付费，用一条颠覆性物理定律兑换传送权限。收到请求，评估通过，请支付知识。能量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收到支付，热力学第一定律价值判定 A 级，授予团队传送权限。快走！我们的雷叔棒！别管了，快走！收到支付，热力学第一定律价值判定 A 级，授予团队传送权限。检测到非法高维信息扰动，目标陈贤、林薇薇立即放弃抵抗，接受审查。进入。道友，你热点连错了，资料发你了，自己看。传送完成。彻底坏了。核心元件烧了。任务完成，奖励激活后台访问权限剩余时间59秒，可执行指令 list debug logout。list 老王。你怎么了？老王在流云殿，而且他真的在剥夺我们的权限。充值？这破系统是鹅厂出品的吗？系统打开商城。陈贤，你没事吧？没事，就是在看一个吃相很难看的付费界面。走这边，地图上显示这条路监察室的巡逻间隙最长。没钱！穷鬼，祝你被抓住，强制加班。前辈，刚才那是……不用理他。一个搞推销的。微微，记住，无论如何不要试图去赚那个世界影响因子。那我们怎么？跨界追捕协议已授权，出手就擒。系统，我举报他们违规进行大规模数据跨域传输，占用公共宽带，严重影响了我的游戏体验，要求对其进行网速限制。核实通过，目标监察室跨域传输数据量超标，对其施加网络延迟。别看了，快跑！这延迟撑不了多久。试验场，我们都是小白鼠，在观察，在学习，核心在点。试验场，小白鼠，这是什么意思？恐怕这个修仙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人工。总算出来了，这破秘境比连续加班1个月还刺激。那个家伙太可怕了，眼神跟杀毒软件似的，恨不得把我们当场格式化。前辈，方才实在太险了，我们被监察司通缉，怕是……
我靠，界核石同源度99.8%，这脏水泼的也太专业了吧！目标陈贤窃取界核石，束手就擒，可免搜魂之苦。玄甲大人，此事必有误会。陈前辈一直与我等在一起，绝无可能。灵力波动为铁证，尔等若再包庇，视同共犯。自爆吧，我的年终奖，快跑！前辈，前无去路了。放弃无谓抵抗。还记得老王笔记里提到的系统漏洞吗？有时候看似绝路的地方，反而是生路，跳下去。唉，这么高，捂住口鼻，跳。空间褶皱并非预设通道，目标陈贤对规则的理解超出预期，追踪优先级提升至最高，调取该区域所有历史数据，分析其行为模式。居然真的有路！陈贤，你怎么知道的？懵的，一半靠老王笔记的提示，一半靠程序员对 bug 的直觉。看来这世界的系统也有没测试到位的地方。前辈，方才实在太险了，我们被监察司通缉，怕是……通缉不怕，但这口黑锅我们不能背。先回山庄，那里是我们的主场，有阵法，有物资，还有我们刚刚积累起来的影响力。是时候让天机阁正式亮相，和这些牛鬼蛇神碰一碰了。他们找上门了，这么快！前辈，监察司行事向来霸道，此番恐难善了。怕什么？这里是我们的地盘，按计划行事。记住，我们现在是受害的技术供应商，他是被蒙蔽的甲方爸爸。界域监察司，诸位不去追查真凶，屡次三番骚扰我天机阁清修，是何道理？陈贤，界核石失窃，证据指向于你，狡辩无用。证据就凭那点可以被轻易伪造的灵力波动？玄甲大人，你们监察司的杀毒软件该更新病毒库了。真正的病毒净世教在外面逍遥法外，你们却盯着我们这些开发补丁的程序员穷追不舍。逻辑推断需证据支撑，目前你是唯一证据指向。那我问你，界核石有何作用？失窃后果为何？竟是叫千方百计盗取它，甚至不惜嫁祸于我。他们的真正目的，你们监察司难道就毫无头绪？这是根据现有数据推演出的部分能量节点状态。这些异常衰减并非自然形成，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人为破坏。玄甲的战术目镜在疯狂计算，比对监察司内部的监测数据。结果显示，陈贤的推演与某些被标记为待查的异常区域重合度极高。玄甲大人，我的目标很简单，活下去并阻止这个世界被格式化。净世教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不如暂时合作。天机阁可以提供你们监察司缺乏的另一种视角和技术支持，协助你们追回界核石，并挖出净世教的根，如何？长老，你别被他蛊惑了，此人妖言惑众，试图蒙蔽我们，一定要严惩。这位小兄弟说哪里话？我所说的是不是真的？监察使大人自会评判。你们信不过我，难道还信不过你们的系统吗？我们的系统当然没问题，但是你之前在秘境中的表现说明你对系统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且你怎么证明是净世教陷害你？谁主张谁举证？你说是我做的，要拿出切实的证据和动机。你的提议存在逻辑合理性，但信任需要基石。为表诚意，我可以先提供一条关于净世教可能藏匿据点的线索。至于信任，我们可以在后续的合作中逐步建立。毕竟绩效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是吗？无法理解你说的，若有意见，先提交bug报告，说出你的线索。职场的规则你当然不懂。黑风山往南300里有一处废弃的古代祭坛，那里的空间波动与我之前在秘境中感知到的净世教成员使用的传送波动有相似之处，或许值得一查。坐标已记录，会进行核实。陈贤，在洗清嫌疑之前，你仍在监察司通缉名单上。此次是有限度的情报合作，若有异动，
格杀令依旧有效。明白，甲方爸爸的要求，我们一定尽力满足。吓死我了！你刚才跟他扯什么技巧？他听得懂吗？听不懂没关系，重要的是他听懂了合作的可能性，暂时稳住他了。前辈临危不乱，三言两语便化险为夷，张某佩服。化什么夷？只是把砍头的刀暂时悬起来了而已。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净世教的切实罪证，特别是界河石下落的线索，才能真正洗脱嫌疑。同时，针对这方世界的自身问题，我们也要着手准备了。没错，时间不等人。对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废弃祭坛，半真半假吧？那里确实有点异常，是我之前研究地图时注意到的。正好让监察司去探探路，也能分散一下他们的注意力，给我们争取时间。前辈高明。接下来就是和时间赛跑了。净世教在暗，我们在明，监察司亦敌亦友。这场项目难度系数有点高啊。怕什么？咱们可是卷死了都能穿越的社畜，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大不了再给他们做个 PPT， 画个饼。有道理，那就开工。陈贤一行人为了追查线索，再次来到流云秘境，根据老王的指引，直接找到流云殿。这个交互逻辑好古老，验证方式好像需要特定的密钥。老王让我们来，总会留下钥匙。后来者用你们的本源代码共鸣。本源代码是不是我们最熟悉的属于我们原来世界的东西？你来，用你的 UI 设计理念，以用户为中心，信息架构清晰，视觉层次分明，交互反馈及时。那么我来，目标导向，效率优先，流程标准化， KPI 驱动。不对，不够本源。微微，我们一起。1+1等于2，能量守恒，地球是圆的，光速是每秒约30万公里。代码 Hello World。你们来了，比我预计的要快，很好。老王，你真的……时间不多，听我说。这并非自然形成的修仙世界，而是一个被高等文明创造的试验场，一个庞大的模拟系统。它是这个世界的底层管理程序，或者说天道，它观察、学习、调整规则。我们这些变量被投入，就是为了刺激这个世界演化，但这个系统运行的基础能量快要耗尽了。这就是界河的投影，他已不堪重负，而净世教他们知晓真相，但他们认为唯有让世界提前崩灭，才能在废墟中窃取最后的本源，博取造物主的青睐，换取自身超脱。所以他们盗窃界河石是为了制造一个引爆器，具体形式未知，但目的无疑是毁灭性的。我的时间到了，权限已被彻底剥离，后来者选择权在你们手中，是随波逐流等待进化，还是逆天而行，为这个虚假却又真实的世界争一个未来？数据都留在这里，靠你们了。警告：检测到核心数据库未授权访问，最高威胁等级清理协议，最高优先级启动。四周的数据墙壁上浮现出无数攻击性的符文，锁定了陈贤等人。数据到手，撤！快撤！陈贤等人刚冲出流云殿，落在殿外的悬浮平台上，尚未喘息。交出核心数据，饶尔等全尸。陈贤，将宝物交出来，否则……陈贤立即终止数据接收，上交所有获取信息。净世教要灭口抢数据，烈阳宗要抢宝，监察司要收缴违禁品，真是完美仇恨连锁。杀一个不留，抢到数据。你们放肆！混战瞬间爆发，净世教高手目标明确，
主要攻击陈贤和林微微，试图抢夺玉简。前辈，他们疯了！玄甲，你看清楚了，谁才是真正的破坏者？净世教的目的就是毁灭。玄甲，联手先解决这个最大的麻烦。数据我可以共享，否则大家今天都得玩完。可以，目标净世教金丹，与陈贤临时战术同盟建立。目标：敌方金丹，执行方案：断他灵力，废他修为。这是什么邪术？撤！领了。数据可以给你备份，但里面的信息关乎世界存亡，我们需要共同分析。老王的数据显示，净世教正在加速能量节点的破坏，我们必须立刻行动。可以，合作范围扩展至联合调查净世教及能量节点异常，但是你仍需在监控之下。成交，先离开这个鬼地方吧。数据基本验证了老王的说法，能量衰减曲线比预想的更陡峭，多个关键节点显示人为破坏痕迹。世界湮灭，此等浩劫，净世教究竟要干什么？目标明确，加速系统崩溃，执行终极进化。不管他们想干嘛，都不能让他们得逞。老王把数据留给我们，我们得做点什么。没错，来都来了，总不能白死一次，白穿一次，得留下点什么。所以我提议天机阁从今天起正式挂牌营业。前辈，您的意思是？光靠我们几个拯救世界，那是热血漫男主才敢想的事。我们是社畜，得讲究方法论和团队协作。所以天机阁就是我们的项目组。我任阁主，负责战略规划、核心技术、对外融资。林微微任技术总监，负责将所有休闲产物进行用户体验优化、符箓、阵法、法宝的美学和交互设计，还有能量网络的架构。张组长任合伙人兼运营总监，你熟悉本土势力、人情世故，天机阁的日常运营、对外商务以及部分天使投资就靠你了。前辈放心，张某定当竭尽全力，让天机阁的投资回报率令所有人满意。玄甲大人，你是秩序维护者，天机阁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运营环境，防止在拯救世界途中被自己人背后捅刀。所以我希望监察司能成为我们的外部战略盟友兼合规顾问，我们共享净世教情报，协同行动，你们为我们提供一定的政策便利。可以，基于共同目标和利益，监察司将提供情报支持，并在规则允许范围内为天机阁针对净世教的行动提供便利，但天机阁所有技术应用需接受报备审查，不得危害位面稳定。成交。为了绩效，为了世界的未来。看，基于老王数据和热力学第二定律推演的初级灵力架构优化模型完成了。虽然只能覆盖山庄1/10的范围，但灵气浓度和稳定性提升了5%。传导损耗还是偏高，材质需要进一步提纯。妙啊！仅5%的稳定提升，对于低阶弟子而言，就意味着突破瓶颈的成功率大增。此物一旦推出，定能风靡低阶修士市场。那就让我们天机阁的第一个产品——灵力架构优化服务正式进入内测阶段。目标：先拿下青牛镇及周边区域的低阶修士和散修市场。青牛镇集市，天机阁首次推广。吹牛吧！修炼靠自己悟，靠资源堆，还能靠优化。就是还架构，听都听不懂，不会是新型骗术吧？别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你战略上的懒惰，这是修仙，不是搬砖。是不是骗术？试试不就知道了。首批前10名体验者免费，效果不满意倒贴10块下品零食。我试试。优化启动。突破了！我突破了！炼气4层，而且灵力比以前凝练多了，这太神奇了！真的假的？让我也试试。还有免费名额吗？
算我一个。诸位莫急，排队登记，免费体验名额已满，后续服务将收取少量费用。具体套餐和价格请看这里。另外，天机阁长期收购提纯水晶及相关矿产，价格公道。夜晚，天机阁山庄。前辈林仙子今日收入扣除成本，净利300下品灵石。更重要的是，口碑已经打出去了。周边几个小镇的散修和小家族都派人来打听，我们收购水晶的消息也放出去了，相信很快就能有更多货源。总算迈出了第一步。原始资本和声望，这不就开始积累了吗？虽然只是最底层市场，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前辈所言极是，依老夫看，接下来我们可以推出针对炼器中后期和筑基初期的定制化修炼方案，进一步扩大市场。同时，加强与那些小家族的股权合作，绑定利益。资本和声望有了这些资源，才能支撑起那个疯狂的计划。净视角，你们准备好了吗？卷王要开始发力了。这位便是林薇薇，林仙子吧？果然灵秀非凡，在下烈阳宗外门执事赵乾特来拜会。我勒个豆，这个姑奶奶真尿性，以后少惹她。听闻仙子在灵力架构与法宝优化上造诣非凡，乃不世出的奇才，留在这天机阁未免有些屈才了。哟，赵执事，你们烈阳宗的人事部跑我们这小作坊来刷业绩？陈阁主说笑了，我们烈阳宗资源雄厚，传承悠久，更能为灵仙子提供最好的研究环境和资源倾斜。只要仙子点头，供奉长老之位，虚席以待，灵石材料、功法，人均取用。资源是不错，但你们宗门的设计规范太老了，灵力引导路径反人类，我去那儿不利于创意发挥。设计规范，这个就叫专业。赵执事挖人不能光画饼，得懂行啊。赵乾被带到主厅，依旧不死心。灵仙子，条件还可以再谈。我们烈阳宗行了，看来不给你上一课，你不知道什么叫现代企业人才保留策略。看见没？微微在我们这儿可不是打工的，是合伙人，享有技术分红干股，年底参与利润分成，还有弹性工作制，只要项目节点能赶上，睡到自然醒都没人管。更重要的是，我们这里有最前沿的科学修仙课题，无限的创作自由。这个。陈阁主，您刚才说的神秘数列优化聚灵阵，是不是只用黄金分割比例，重新规划灵力涡旋节点，以实现效率最大化？我推演过，理论上可行。有点意思啊，小伙子，你叫什么？万倍周震，是烈阳宗外门杂役弟子，他们都说我的阵法是歪门邪道，不合正统。小周啊，知道什么叫颠覆式创新吗？就是干掉所有正统。来我们天机阁吧，给你独立实验室，充足的经费，让你尽情搞你的歪门邪道。真的吗？前辈，一旁的赵乾看到这一幕，气得差点吐血，但又无可奈何，只能拂袖而去。走了，周公，带你去看看你的新宫位。对了，先把这份奋斗者协议和股权激励意向书签一下。广场上人山人海，各色修士聚集，甚至连一些中小家族的代表都来了。所有人都翘首以盼，好奇这个突然崛起的天机阁要搞什么大新闻。各位道友，各位投资人，下午好。欢迎来到天机阁第一届产品发布会，我是阁主陈贤。今天我们不讲虚的，只上干货。首先为大家带来傻瓜式符箓生成器 1.0。符箓还能生成？开玩笑吧！还傻瓜式，瞧不起谁呢？我知道各位的疑虑，传统符箓绘制复杂，成功率低，对神识要求高，用起来简直反人类。但用它，你只需要输入想要的符箓效果，注入微薄灵力。它内置的灵力逻辑单元和标准化符文库就能自动优化结构，一键生成稳定、高效的定制符箓，成功率95%以上。林微微现场演示，让一个炼气期弟子操作，果然快速生成了一张火球束符箓，威力稳定。台下瞬间沸腾了，这意味着低阶修士也能拥有稳定的符箓来源。同时推出的还有经过用户体验优化的系列法宝。
比如这个自适应飞行服，能根据使用者修为自动调整速度和能耗。这个无痛灵力注射针，改良版治疗服，让疗伤过程不再痛苦。符箓法宝只是工具，但修炼本身是否可以更高效、更科学？答案是可以。传统修炼各自为战，资源内耗严重。今天我宣布，天机阁将开放联合修炼模式，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这就是修仙界的共享经济。以上所有产品和服务都将纳入天机贡献点体系，通过完成任务、提供资源、推广天机阁理念，即可获得贡献点，兑换一切。我们不是在卖产品，我们是在构建一个全新的科学修仙的生态。还在为瓶颈发愁吗？还在为资源奔波吗？加入我们，告别无效内卷，拥抱科学修仙。天机阁为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烈阳宗眼线脸色难看，迅速离去。人群中，几个净世教眼线悄然隐没。来看一看，瞧一瞧，烈阳宗认证，天机阁同款优化符箓，效果一样，价格只要一半，走过路过别错过。真的假的？这么便宜？哎呦，这玩意儿，劲儿挺大，就是有点费腿还费墙。一分价钱一分货，效果猛用料足。劣质的抄袭，线条扭曲，灵力节点排布毫无美感可言，用户体验负分。淡定，被人模仿，说明我们成功了。商业竞争的必经之路，不过敢抄我们的版，就得做好被优化掉的准备。阁主，林总监找到了，他们果然直接复制了我们 1.0 版本公开的几个基础灵力回路，但为了降低成本，用了劣质朱砂和符纸，关键节点还偷工减料，所以稳定性极差，甚至可能反噬使用者。这种垃圾也敢拿出来卖？他们已经凭借低价抢走了我们约1/5的低端市场份额，不少贪便宜的散修中招了，还反过来抱怨我们的正品不如山寨的劲儿大。是时候教教他们，什么叫技术壁垒和版本迭代了。微微，我们的2.0版本准备的怎么样了？早就准备好了，不仅优化了基础回路，提升了20%的效率，最重要的是内置了灵力锁。没错，灵力锁，只有通过我们天机阁官方认证的灵能密室激活，才能发挥符箓100%的功效，否则就会这样。妙啊！如此一来，那些山寨货立刻变废品，我们还能靠售卖或绑定密室再赚一笔。不仅如此，周震，你带人连夜把我们之前准备的山寨符箓识别与反制小程序，通过灵能网络推送给所有购买过我们正品的用户，让他们能现场打假。是，阁主。道友等等，用天机阁找妖精罩罩。靠！差点被坑。各界道友请注意，天机阁已监测到大量劣质山寨产品流通市场，严重危害使用者安全，并侵犯我国知识产权。在此严正声明，任何未经授权的抄袭、山寨行为，都将面临我国法务部的严厉打击。相关律师函是追魂诉讼者，已锁定目标，勿谓言之不预也。要说这天机阁手段是高明，但他们提出的给世界充电，我看是要把咱们这方天地最后一点底蕴的口干加速毁灭。听说了，天机阁联合修炼，想把所有人绑上他们的战车。我也听说了，要吸干大家灵力。陈仙林微微就是净世教诱饵，目的是完成终极进化。前辈林仙子，坊间开始出现不利于我们的流言了，应该是净世教。预料之中，舆论战嘛，老套路。我们动了他们的蛋糕，他们肯定要反扑。要是他在就好了，他最擅长处理这种公关危机了。微微，你说什么？没什么，只是觉得这些谣言很低级，但偏偏有人信。3人成虎，众口铄金啊，前辈，我们必须尽快应对，否则前期积累的声望恐将受损。辟谣是必须的，但光靠嘴说没用，得转移注意力，或者让谣言不攻自破。还在想谣言的事？不是，我只是突然很想家，想他。陈雪，你说，如果我们没穿越，现在是不是已经在准备婚礼了？他一定会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绝不会让我面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说实话，我有点羡慕你，至少还有个念想。我孤家寡人，猝死了估计都没人收尸。你少来，我只是觉得，如果他在，这种舆论问题，他动动手指就能解决。他可是公关专家。公关专家，传媒行业的。微微，你想不想看看他现在怎么样了？怎么看？我们回不去。我们是回不去，但可以请外援啊。走，去找玄甲，是时候动用一下我们这位战略盟友了。
跨界观测消耗能量巨大。此次破例是鉴于天机阁近期提供的净视教情报价值，仅此一次，下不为例。谢谢坐标尺，是他没变，那是小雅。根据生命能量波动检测，女性个体妊娠约36周，关系判定亲密伴侣。36周，早在我穿越之前，他们就已经拿我为了我们的未来拼命加的班，算什么？我靠，这他妈不是无缝衔接，是玉白管线，这兄弟藏得够深的。异常检测目标胎儿，其本源波长与此方世界濒临枯竭的创生源质高度契合。什么意思？理论上，若能将此胎儿及其蕴含的创生源质引导至此界，以其能量为核心，可顺利解决本次世界危机。但是剥离之后，胎儿将不复存在，彻底能量化。根据情感数据库分析，林薇薇个体与目标女性存在亲密关系背叛事件，此方案可视为一种情绪转移与资源利用。把这叫做资源利用。喂，面瘫脸，你这算法有问题啊！仇恨归仇恨，拿未出生的孩子当燃料，这他妈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方案。情感是低效变量，容易导致决策错误。根据计算，这是最优解，仇恨不该被浪费。不，我拒绝。这就对了。孩子是无辜的，大人的罪不该由他来偿还。我过去的仇恨就让他留在那里吧。喊出来舒服点了吧？陈贤，你说的对，在那个世界，我们其实都算是死人了。为一个死人的过去纠结，太不划算了。想通了就好，那边爱咋咋地，咱们在这边把摊子支棱起来才是正经。你看，连面瘫脸都被我们高尚的情操感动了。我操，玄甲，你刚才是不是笑了？你居然会笑，我还以为你面部神经是装饰用的呢。检测到面部肌肉异常抽搐，已记录并启动自检程序。你的选择符合秩序的底层定义，守护生命而非践踏。介于监察司，可以放心与天机阁合作了。你什么时候学会洞察技的？在你办公室的书上看的。今天测试果然有用。你简直就是系统的 bug。前辈，林仙子，坊间风向已然大变，那些关于我天机阁的谣言几乎无人再信了。微微，你到底怎么操作的？这么快就扭转了？很简单，第一，信息对冲，他们散播恐慌，我们就释放实实在在的好处，开放了3个区域的优化灵脉，供低阶修士免费体验，有效果说话。第二，权威背书，请宣布大人以监察司名义发布针对净视教造世界核实和散布谣言的警告公告，官方定性，比我们辩解1万句都有用。第三，转移焦点，顺势推出了灵能光缆众筹建设计划，让利益相关者自发为我们辩护，瓦解了谣言传播的土壤。处理谣言的核心不是辩解，是转移大家注意力，让所有人都忙着我们给的好处和机会，自然就没空理会那些噪音了。专业，你这波操作离你前都过去了，现在专心应付我们眼前的危机吧。净视教不会就此罢休。说真的，现在感觉怎么样？轻松多了，像是卸下了一个很重却背了很久的包袱，以后就专心陪你在这个世界兴风作浪了。陈阁主，这就对了，咱们可是要拯救世界的黄金档呢，哪能被这点狗血剧情绊住脚？以后哥带你在这边吃香喝辣，称宗做祖。得了吧，先想想怎么搞定下一个能量节点的问题。不过跟你一起卷，好像也挺有意思的。能量衰减曲线已突破安全阈值，崩溃倒计时3年。这几个是怎么回事？跟吃了炫迈一样，停不下来。监察司报告定义为自然灵灾，但底层数据指向人为破坏，灵力签名与净视教吻合度99.9%。他们不是在等世界毁灭，他们是在给世界把关。之前我们还以为，如果救世不成，可以想办法自己跑路，或者找个角落苟到结局。但现在，这条路被堵死了。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世界崩毁时，我们一样得给这个试验场陪葬。大家努力吧。传统的修补方法肯定不行，一个个节点去修复，速度跟不上他们破坏的速度，而且治标不治本。能量入不敷出，循环系统也被破坏了。等等，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做，强行给市场注水？你是说人为制造灵气，这违背能量守恒？不是无中生有，是开源节流的终极形态。你看，这个世界溢散的能量，那些被无效耗散掉的部分，
如果我们能把它回收、提纯再分配呢？这相当于要建造一个覆盖整个世界的能量循环与再生系统。不是循环再生那么简单，我们要造一个是很多个遍布全球关键节点的造化烘炉，它们负责从物质和空间本身榨取基础能量，然后通过微微你设计的能量网络，像电网一样输送到世界各地，强行给这个快要停摆的世界充电续命。以人力为整个世界充电，前辈，这简直是……理论模型初步运算，成功率低于0.00017%，所需能量层级、技术难度、资源消耗均超出目前修真文明极限，可行性判定近乎为零。但这是我们能想到的唯一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案。没错，成功率低不代表是零。以前我们搞项目不也经常从不可能开始吗？这个计划我称之为补天计划，我们要给这个漏气的世界打上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补丁。计划代号已揭露，逻辑层面存在一丝实现路径，鉴于监察司将对此计划进行持续观察与有限度支持。前辈宏愿，旷古烁今，张某愿倾尽所有陪前辈赌这一把。只是如此庞大的计划，启动资金和资源。老张，别担心，微微准备一下 PPT， 我们要去忽悠，不是说服更多人。综上所述，补天计划并非空中楼阁，它基于严谨的灵能物理学和大规模项目管理方法论。第一阶段，我们将在3年内于大陆东西南北中5个关键区域建立5座中型造化烘炉原型机，构建区域性稳定灵网。陈阁主，理念是好的，但这需要海量资源，光是我们几家，怕是……资源问题，我们已找到解决方案。通过标准化、模块化设计以及新型提纯水晶的大规模应用，成本可降低60%。同时，我们发起灵网共建计划，所有参与者均可根据贡献度，未来优先享受稳定灵气供应。诸位，这不仅是为世界续命，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投资。一旦灵网建成，掌控能量分配权的我们将成为新时代的规则制定者。鉴于监察司已对补天计划进行初步风险评估，认定该计划若成功，将极大提升位面稳定性，符合秩序。监察司将在资源协调、情报共享及排除外部干扰方面提供必要支持。干了！我李家愿意拿出3座金矿入股。我宗门擅长土木工程，人手要多少有多少。总算拉到了第一笔天使投资，但核心问题还没解决。造化烘炉的能量提取原理，我们只有理论推演。关键在于灵能激发矩阵，传统聚灵阵是吸引，而我们需要的是撬动和转化。我借鉴了核聚变，但需要用符文和灵力来实现。这里的能量流密度会高得吓人，现有材料恐怕承受不住，需要一种能同时具备超高领导性和超强稳定性的超级材料做核心构建。这就是最大的技术瓶颈。理论上，高度提纯的虚空精髓可以，但那玩意儿只存在于传说里。关于超级材料，监察司数据库中存在一条被封存的记录。上古时期有陨星坠于坠星海，其核心材质星河金晶，属性与你们描述高度吻合。星河金晶坠星海，听起来有点危险，但总比没有方向强。坠星海，我记得古籍记载那里空间紊乱，灵气风暴肆虐，是著名的禁区。正是。而且根据能量监测，净世教近期在坠星海边缘频繁出现。不管他们，目标确认。第一座中型烘炉的选址就定在靠近坠星海的云脊山脉，一方面可以利用那里的地脉能量，另一方面方便我们获取星河金晶。云脊山脉那里是烈阳宗的传统势力范围边缘，勘探和基地建设恐怕不易。监察司会提供坠星海周边的详细空间伪流图，并监控净世教主力动向。我会尽快设计出临时基地的标准化建设方案，争取最快速度落地。那么，补天计划第一阶段云脊山战役正式启动。为了不加班，为了世界的未来。前辈，李仙子刚接到密讯，净世教在云岭之地深处，似乎成功取得了第2块力量原石。第2块，剑核石是第1块，这第2块是什么属性？具体位置呢？密讯来源层级不高，只确认他们动用了大量人手，在云岭的一处上古战场遗迹挖掘出了什么东西，引发了剧烈的能量爆发，特征与界核石相似，但属性偏向毁灭。毁灭属性的原石，他们想干什么？1块件核石能量就已经够麻烦了。不对，他们不是在单纯的收集力量，我好像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了。微微，
调出老王数据里关于世界能量节点脆弱性分析的模块。玄甲，把监察司记录的所有被镜视教破坏或试图破坏的节点位置标出来。看，如果他们用介核石作为引爆的能源，用这块毁灭原石作为引信，或者说定向增幅器，一次性同时冲击这几十个，甚至全部108个脆弱节点。他们是想用极其的原始能量，瞬间过载全部能量循环系统，引发整个世界的链式崩溃。必须主动出击了，张组长，情报网全力运转，我要知道他们下一步可能去哪里找第3块原石。微微、玄甲，我们去事发地看看有没有线索。检测到大规模空间传送痕迹，目标已于6个时辰前离开，方向指向西北。西北，那边是迷雾沼泽。老王的数据里是不是提到过？那里像是个天然的数据缓存区。没错，迷雾沼泽5级记载进入者容易迷失方向，灵力感知被大幅压制。大人，检测到微弱的灵力信标反应，并非我方或镜视教已知致仕。信标源在3点钟方向5里外。结构破损度79%，内部存储单元有微量信息残留，长期提取。这说的是迷雾沼泽，那里封印着什么东西？难道第3块原石是用来维持封印的，或者本身就是封印物？如果原石是封印物，镜视教去取，岂不是？不管是什么，都不能让他们得手。玄甲，立刻分析这段影像里的空间坐标和能量特征。我们要在原石出现之前赶到迷雾沼泽。根据云岭石碑能量残留、老王笔记缓存区标记，再结合镜视教行动轨迹大数据，第3块原石藏在迷雾沼泽上古封印阵里，误差不超过3里地。沼泽里灵力感知被压制，还有上古禁制，我们怎么精准定位封印阵？总不能像找外卖一样瞎逛吧？阁主，林总监，我搞出迷雾导航仪了，内置空间信号增强模块，能穿透3层禁制，还能显示灵力拥堵指数。玄甲监察室未经议会批准调动监察司资源，已启动合规审查，现你即刻终止与天机阁合作。这位保守派大人，请问世界毁灭算不算合规风险？你们不帮忙就算了，还搁这卡流程。要不我发份补天计划报告给你看看。根据介于监察司外部行动风险评估手册第7版第38条第4款，开始进行本次迷雾沼泽干预行动的风险评估。评估项1，目标优先级，原石获取对补天计划重要性评级为 S， 但对监察司核心业务关联度评级为 C+， 权重占比 0.15。评估项2，政治风险，未经议会批准擅自行动可能导致。停，说人话。这才叫战略合作伙伴。要是真有问题，你就说是我强迫你的。嘿嘿嘿。阁主，前方有高强度能量反应，镜视教真的提前到了，他们在强行破封印。按 B 计划来，玄甲大人，你带一队正面牵制，我绕后偷家。规则锁链禁锢模式启动，30秒后发起攻击，给你创造窗口期。周震用声波干扰符瘫痪破解阵法，其他人跟我分割战场，让他们内讧。系统提示：警告，第3块原石腐蚀属性，封印解除，能量波动已被镜视教捕获。走，过去看看什么情况了。祭坛能量核心在左侧第3根石柱，你用锁链缠住副教主，我去破坏核心抢原石。行动！老玄，你学的挺快的，看我给他们上个需求变更罢了。周震，给他们来点甲方的催促音波攻击。得了，再不改就换人魔音，启动。一群玩花活的异端，也配抢夺原石？植物属性。我操，这是硫酸吗？空间传送符？什么符？他躲哪里去了？
是一种随机的空间传送，无法定位。我大意了，没想到他们竟然能找到这种早已失传的符。陈贤，你怎么这么狼狈？别提了，原石被副教主抢跑了，那个魂球竟然有空间传送灵符，无法定位它的传送点吗？玄甲说那是方圆100公里随机传送，连使用者自己都不知道会被传送到哪里。监察司监测到第4块原石将会出现在焚天谷，净视角肯定不会缺席。陈贤，你得阻止他们拿第4块原石，否则补天计划就真成 PPT 了。警告：净视角已激活原石共鸣，第4块原石即将现世，请尽快提升事件影响因子，解锁更多权限。又催氪金，这破系统比职场 PUA 还狠。看，问题就在这里。传统阵法传导理念是面状覆盖或线性引导，对于造化烘炉计划所需的超远程能量传输，损耗率高达70%以上。按照这个效率，就算我们把烘炉造出来，能量也送不出去多远。等等，光！陈贤，我们那个世界的光纤用光来传递信息，几乎无损耗。光纤？对啊，光信号在玻璃纤维里。等等，这里是修仙界，哪来的玻璃纤维？而且我们要传的是灵力，不是数据。原理是相通的，我们需要一种内部结构极度均匀，能够约束灵力，像光一样在内壁反射前进的管子，让灵力在里面顺流而下，减少与管壁的碰撞散射。没错，我们要做的不是电线，是光缆，灵能光缆，核心是超高纯度的导灵水晶拉成的细丝，外面再包裹上隔绝外界干扰的灵障材料。理论可行，微微立刻进行材料模拟和结构设计。周震配合微微筛选所有已知水晶矿物的领导属性数据。老张发动所有渠道寻找高纯度大尺寸的导灵水晶原矿，尤其是透明无瑕的那种。前辈，这种高品质水晶向来是各大炼器宗门的战略物资，管控极严，市面上流通的很少。先找技术瓶颈有了突破方向，资源问题总能有办法解决。陈贤交代完事情之后，联系玄甲去探查焚天谷。能量读数异常活跃，远超正常地脉波动，符合原石孕育前兆。净视教已建立前沿营地，防守严密。人手不少啊，巡逻队配置都是筑基起步，看来他们确定这里会是下一块原石的诞生地，而且志在必得。根据能量积聚速度推算，原石正式凝结至少还需10日，10天够我们做很多准备了。钉子埋好了，烟雾弹也放出去了，接下来就等鱼儿，是等石头自己浮出水面了。侦查任务完成，建议返回，筹备下一步行动。前辈林仙子，我已经发动所有人去打探了。高纯度大尺寸的导灵水晶，尤其是适合拉丝承揽的无瑕晶星，市面上根本没有现货。矿脉要么在烈阳宗等大宗门的绝对掌控下，要么就是位于绝地，开采成本居高。监察司数据库记载，最大的导灵水晶矿脉位于陨星山脉深处，但那里空间裂隙遍布，已被划为 SS 级危险区，常规开采不可能。正规渠道搞不到，危险的地方去不了，那我们能不能发动群众？群众？没错，散修，修仙界数量最庞大的群体。他们可能修为不高，但人数众多，遍布世界各地，经常出入各种荒山野岭。我们发布寻矿任务。天机阁重磅推出为家园添砖加瓦寻矿总动员计划，发现并提交导灵水晶即可获得天机贡献点，贡献点可兑换灵石、丹药、法宝、独家修炼方案，多交多得，上不封顶。详情请用灵石扫描任务预检。天机阁这是要干啥？收购水晶，还给这么多好处？管他呢，反正平时历练也能碰到这些石头，以前觉得没用都扔了，现在能换灵石，好事啊！快看兑换列表，贡献点够高，还能换那个联合修炼里的优先接入权。还等什么？赶紧去翻翻以前去过的那些山洞和谷。纯度很高，内部结构也非常均匀，完全符合灵能光缆核心材料的要求。林总监，拉丝工艺也调制的差不多了，只要原材料足够，那第一批试验性光缆很快就能做出来。
宗主，各位长老，天机阁近期大肆收购岛灵水晶，开出的价码极高，已经引得无数散修乃至一些小家族疯狂寻找。连我们控制下的几个矿脉附近，都出现了不少窥探者。哼，倒是会耍小聪明，想用这种手段绕过我们。岛灵水晶是许多高阶法宝和阵法的基础材料，让他们这么搜刮下去，迟早会影响我们的资源储备和市场价格。传令下去，烈阳宗旗下所有矿脉严禁向天机阁出售哪怕1块水晶，同时联系与我们交好的几个炼器大宗门，是时候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天机阁好好上一课了，让他们明白修仙界不是有点歪门邪道就能横行的地方。陈贤用期货和对赌这类金融思想与散修结盟，完美解决了高品质水晶来源的问题。终于，造化烘炉原型机来了。最终检测完成，所有系统运行正常，灵能光缆连接稳定，能量输出阈值设定在安全范围。阁主，可以启动了！同志们，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天机阁补天计划第1阶段小型造化烘炉点火测试启动。成功了！科学修仙是可行的。不可思议，人力竟真能造化乾坤，当初的猜测果然没错。能量转化效率87.3%，输出稳定性99.6%，区域灵气浓度提升450%，数据超出预期，补天计划可行性评级上调至 B+。我们做到了，陈贤。季操、雾六都坐下，这才只是个开始，小型原型机而已。是该死的天机阁，他们竟然真的构成了，必须立刻禀报教主。这能量如此稳定，与五角追求的背道而驰，此物必须毁掉。今日之功足以载入史册，当付1大白。前辈林仙子、玄甲大人，我敬诸位。有了原型机的成功经验，中型烘炉的设计和建造就可以加速了。看来咱们的绩效第1阶段算是超额完成了，接下来就是扩大再生产，把灵网铺开。组长，紧急密报。前辈刚收到消息，焚天谷那边传来消息，净世教有所动作了，估计第4块原石要出世了。看来咱们的庆功宴得提前结束了。我们计划一下什么时候出发？计划赶不上变化，把消息公之于众，招募盟友。老张，准备好物资。伟伟，把原型机的数据备份好，咱们再去会会那群净世教的疯子。大多数势力都是持观望的态度，还有不少害怕净世教，不敢联盟。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我们尽力就好。安全回来，我等你。这个节奏，兄弟要开花了。放心吧，为了你，我也不会死。根据环境改造局中传回的数据，净世教的主力布防在这3个区域，成品字形，互相呼应。原石凝结的核心区域，他们安排了至少3名金丹初期高手原石看守。3名金丹，陈前辈，您能否推演出原石凝结的精确时间和坐标？焚天谷能量干扰太强，出来了，比净世教预测的提前大概1炷香，位置也有细微偏差，在东南侧那个热泉眼正上方。太好了，这1炷香就是我们的机会窗口。计划变更，放弃强攻方案。玄甲，你带监察使和李家子弟在外围制造大规模骚动，吸引那3名金丹和主力部队的注意力，声势搞大点，最好让他们以为我们是全军强攻。明白，执行声东击西战术。微微、老张，还有听风团的兄弟，跟我组成精锐小队，利用微微设计的环境伪装灵披和脸西服，潜入核心区，抢在原石完全凝结之前把东西拿走。此计甚妙，只是潜入小队战力是否稍显薄弱？若遇突发状况，放心，带了秘密武器，微微最新研发的灵力脉冲枪，金丹以下一枪撂倒，金丹以上也足以让他受伤。后坐力小，瞄准辅助系统智能，就是耗能有点高。非常时期，不管能耗了，按计划行动。
借用奸臣之法，应试教招人。你们竟然真的敢来，很好。就是他，第4块焚天元石，准备动手。陈贤，就知道你们会来投机，等候多时了，把命留下。陈贤，小心！卧槽，真够阴的！兄弟们，缠住那些小杂鱼！威，掩护我，我先拿原石。明白。鉴于监察司最高议会裁定焚天原石危险性过高，由监察司直接回收封存，任何人不准触碰。玄甲呢，让他出来解释。又是你们这些官僚，没看见敬事教就在旁边吗？原石被他们拿走，世界就完了。危言耸听，监察司自有判断。动手，制服陈贤，住手。目标优先级判定错误。当前第一威胁是敬事教及其获取原石的行为。天机阁是合作方。玄甲，你屡次违抗议会命令，与这艺术纠缠不清，现在还想包庇他们，给我连他一起。这特么猪队友啊！别管他们抢原石。休想万魂石骨！陈贤，躲开！你们都给我等着，空间传送！目标已逃离，玄甲，此次事件你需要向议会提交详细报告。至于天机阁，自为之。陈贤，就差一点。我的失职未能预料保守派会直接干预，不怪你，是我们低估了内部的阻力和敬事教的伏笔。下一步全力推进补天计划，必须在他们凑齐6块原石之前，把我们的防火墙、造化烘炉主网络建起来。前辈，林仙子用的那个武器是怎么回事？那是我和微微一起研制的，通过灵能光缆把高密度的灵力瞬间发射出去。能不能量产？如果可以，就能和敬事教正面硬刚了。不行，能源消耗太大，目前只能做这一把。如果把烘炉也放进这个武器里呢？那要多大的体积？只适合于布防。我们现在要把精力全投入补天计划，防御武器的事回头再说吧。大家都辛苦了，早点休息吧。陈大阁主，大半夜的叫小女子前来，想要做什么？你要死啊！胆子越来越肥了。开个玩笑，给你个任务，秘密制造一批光能枪，要威力进阶版的。你是怀疑？我们每次的行动，对方好像都能预知一样，而且监察司那边的行为太诡异了，说不得我们身边有内鬼。知道了，其实核心能量转化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很快就有新一代光能枪了。既然你这么说，那就先不对外宣布了。照此速度，再有3日，主体结构便可完工。届时以此炉为核心，足以稳定3郡之地的灵气。还不够，周震，核心符文的镌刻进度如何？阁主，最后一个复合能量转换符文阵列正在收尾。好，告诉兄弟们，完工之日，全员奖金翻倍，外加3天带薪假。科学修仙，哼，在真正的神启面前，不过是土鸡瓦狗。教主神机妙算，尔等皆在瓮中。吉时已到，前辈，请启动吧。此乃我天机阁扬名立万之时。准备好了吗？所有系统检查完毕，灵能光缆网络连接正常，核心符文阵列最终校验通过。天机阁中型造化烘炉启动。
不可能，我检查过很多遍。投入的资源，积累的声望，一朝尽毁呀！是我的错，是我没检查出来，您罚我吧。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当务之急是稳定人心，调查事故原因。爆炸点能量残留分析，有极微弱的非天机阁知识灵力痕迹，疑似人为破坏。起来，哭有什么用？我们是社畜，社畜最大的特长是什么？就是在项目搞砸，甲方爸爸发火，老板想杀人的时候，还能面不改色的写出事故分析报告和复盘优化方案。第一，成立事故调查组，彻查原因。第二，微微带队评估损失，抢救可用技术和设备，安抚伤员，稳定内部情绪。第三，老张启动公关，是舆论引导方案。对外就说我们是压力测试，主动暴露问题是为了更好的优化，把关注点引向技术挑战，而不是失败本身。第四，召开全员复盘大会，我要亲自给兄弟们灌鸡汤。陈贤，放心，论画饼和甩锅，我可是专业的。我想问大家，我们天机阁是凭什么走到今天的？是靠运气吗？是靠按部就班吗？是，我们靠的就是一次次在别人认为不可能的地方趟出一条路，就是敢于把 PPT 吹过的牛变成现实。这个失败率清晰可见，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的理论大方向没错，错的是细节，是执行，而这恰恰是最容易修正的地方。比起那些连失败原因都找不到的项目，我们幸运太多了。所以别垂头丧气，都把头给我抬起来。这次压力测试，我们收获了一份价值连城的避坑指南。接下来我们的目标不变，工期稍微顺延一下，奖金照发，带薪假，存着。等我们真正成功那天，一起放假。现在我宣布，补天计划涅槃版正式启动。有没有信心跟我再干一票大的？别熬了，眼睛都快变成符文了。我在想，我们之前的设计思路是不是太中心化了？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一个主烘炉或者几个中型烘炉上，一旦某个节点被破坏，就像这次一样，满盘皆输。是啊，得分布式存储。分布式。微微，你还记得我们那个世界的计算机分布式网络吗？没有绝对的中心，每个节点既是服务的使用者，也是提供者。就算坏掉一部分，整个网络依然能运行。你的意思是，我们建造大量中小型的节点烘炉，将它们通过灵能光缆连接成一个覆盖全球的分布式能源网络？对，就像蒲公英把种子撒出去，聚沙成塔，而且抗风险能力极强，坏掉1/10不影响大局。理论上是可行的。将大型烘炉的复杂功能拆解简化，做成标准化的微烘炉单元，能量提取效率可能会低一些，但通过网络互补和智能调度，完全可以弥补。更重要的是，建设周期可以大大缩短，可以发动更多力量参与建设。没错，我们可以把微烘炉的生产标准化、模块化，甚至可以开放部分接口，让其他势力也能参与建设和维护，把补天计划从一个我们独立承担的项目，变成一个全民参与的开源运动。如此一来，投资门槛降低，参与方增多，风险分散，还能更快看到成效。那就这么定了，战略转型，补天计划正式进入 2.0 阶段，蒲公英网络计划，微微负责整体架构设计和标准化制定，周震负责核心模块研发。没想到一次惨痛的失败，反而让我们找到了更正确的路。这就叫我们社畜的自我修养，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找到卷土重来的角度。
你就贫吧。过蒲公英网络这个名字真好，希望这些种子能真正扎根，让这个世界重现生机。一定会的。至于那个藏在暗处的内鬼，看到我们现状，一定很着急吧？等他下次出手，就是将他们连根拔起之时。阁主，蒲公英网络东部第3区节点已成功接入并网，覆盖区域灵气浓度稳定提升15%，但是能量波动曲线与网络扩张高度吻合，这不是巧合，这个世界在排斥我们。民间已有怨言，若天灾持续，恐生变乱。规则冲突。蒲公英网络的本质是建立一套独立于此界原有法则的4级能量循环系统，被世界的管理程序视为病毒，正在启动免疫反应。果然没那么简单，想给旧系统打补丁，结果被防火墙当病毒杀了。这甲方脾气够大的。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减少冲突的方法，否则不等净世教动手，我们自己就要被天道给格式化了。玄甲，调取监察司所有关于世界规则底层波动的历史数据。微微，重新优化网络接口的兼容性协议，看看能不能骗过系统检测。老张，启动紧急预案，安抚受灾区域。所有损失由天机阁双倍赔偿，同时发布公告，就说这是构建新秩序前的阵痛，是天道对我们的考验。又要撒钱，前辈，咱们的家底顾不上了，先稳住基本盘。周震，网络铺设速度不能停，必须在天谴升级前，让网络形成足够规模，拥有一定的抗性。兼容协议效果有限，天道的排斥反应越来越强了，这样下去，节点损毁率会飙升。排斥力的源头指向几个规则凝聚点，可视为世界的核心权限节点。核心权限，意思是咱们这补丁没交保护费，所以被针对了。可以如此理解。若要补天成功，要么获得管理员权限，要么强行绕过或覆盖这部分核心规则。管理员权限，那得找造物主聊聊。微微，能不能设计一种规则伪装层，让我们的网络在天道扫描下看起来像是他亲生的？理论上可以尝试模仿此界自然形成的离脉波动，但需要极其庞大的算力和对规则本质的理解。界域监察司的规则锁链技术可提供部分数据支持。好兄弟，那就这么定了。技术攻坚，规则伪装项目立马上线。天机阁的蒲公英网络已初具规模，虽然有天道阻拦，但他们已经有了对策。通知副教主加速步伐。是。诸位都看到了，天机阁的所谓补天计划已引发全球性规则紊乱，天灾频发。此等行径比净世教更为恶劣，他们是在动摇世界的根基。严长老，数据同样显示，蒲公英网络覆盖区能量衰减曲线确有放缓。天机阁或许方法激进，但确实在延缓崩溃。饮鸩止渴，监察司的职责是维护现有秩序稳定，而非与艺术同流合污、助纣为虐。玄甲，你与天机阁过往甚密，屡次违规提供支持，致使事态恶化，至此你可知罪。我的行动基于对最大秩序稳定性的判断，世界崩溃为终极时序，天机阁方案存在风险，但净世教方案必然导致终极时序，两害相权。我选择存在生机之路。强词夺理，议会已最终裁定，即刻起断绝与天机阁一切合作，并成立肃清小组，由我负责清除天机阁及其蒲公英网络，以维护天道纯正。严长老，此举是否过于激进？若与天机阁内战，岂非让净世教坐收渔利？攘外必先安内，肃清内部毒瘤，方能全力应对外敌。玄甲，交出权限，接受审查。我的逻辑核心无法认同此决议。根据监察司紧急状态条例第17条，当上级指令与核心使命冲突时，可暂时拒绝执行，并申请最高议会入会。冥顽不灵，我就是代表议会而来，拿下他。监察司内部彻底分裂，肃清派要对我们动手了。玄甲被暂时停止审查，保守派的肃清派掌权了。他们是不是瞎？看不到网络在稳定能量吗？这分明是借题发挥。
微微，规则伪装层和光能枪的进度如何？规则伪装层初步模型完成了，但还需要大量测试优化。新一代光能枪已经秘密生产了30把，配备了死士小队，威力足以威胁金丹后期。够用了，把伪装层模型尽快部署到关键节点，能减轻一点压力是一点。死士小队随时待命。另外，把我们之前怀疑的内鬼名单和肃清派主要成员的资料进行交叉比对。你怀疑？肃清派里就有？不是怀疑，是几乎肯定。净世教渗透的比我们想的更深，启动最高警戒，所有核心设施加强防御，尤其是新建的主烘炉基地。玄甲，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跟那些异端搅在一起，坏了前程。我的前程与秩序相比，微不足道。哼，死到临头还嘴硬，快走，我等审吧。果然，肃清派指挥中心有净世教的数据往来。这帮混蛋想内外夹击，那就看看谁才是那个能决定系统走向的超级管理员。警告：检测到多种高强度离地能量转接器，防御阵法都是敌机。前辈，敌人来势汹汹，外围阵法恐怕支撑不了多久。撑不住也得撑。老张，你带一队人去加固东侧阵眼，那里是关键。玄甲，听到请回话。你家肃清派带着病毒来砸场子了，你的跳反 CD 好了没？正在突破全线封锁。诸位头门，随我守住阵眼。启动蜂窝防御体系，所有自动防御符箓激活，死士小队装备新一代光能枪。这是什么法器？威力如此之大！严长老，你与净世教勾结，证据确凿。玄甲，你竟敢窃取机密信息，此乃叛变！我的核心使命是维护秩序存续，而非维护某个派系的权益。规则重构，格式化的开展。微微，没事吧？没事，多亏了死士小队和新装备。陈仙、林微微，这次看谁还能救你们！毁了这核心，看你们如何补天！前辈，小心！老张，张组长，内部威胁已暂时清除，伤势极重，但吊住命了，立刻抢救，不惜一切代价。苦肉计吗？伤势非常严重，金丹濒临碎裂，经脉寸断，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他确实是用身体硬扛了那一击，没有半点水分。数据不会骗人，难道我之前的怀疑都错了？如果他真是内鬼，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为了博取我们的信任，这成本也太高了吧？正因为成本高，一旦成功，回报才会更大。先把人救活再说，用最好的药，最强的治疗阵法。明白。阁主，根据能量共鸣和大数据导航仪测算，第5块原石有超过90%的概率会在万剑冢核心区域剑破之凝结，时间大约在3天后。万剑冢那里剑气纵横，环境恶劣，残留着无数古剑的杀意，对灵石和灵力都有极强的压制效果。净世教必然也会前往。环境复杂，利于埋伏，也利于被埋伏。这次派出修为最高的6个人，组成尖刀小队。我、微微、玄甲，再加上李家的金丹氪金、听风团的老祖，还有烈阳宗那边，用3成灵网未来收一拳，换他们那个一直闭关的剑修长老出手一次。这几乎是我们能拿出的最强阵容了。没错，在万剑冢利用地形提前布下天罗地网，等他们来抢原石的时候，把他们一锅端了。可以，建议将小队分为3组，2组在明处设伏，1组在暗处机动策应。好，就这么定了，立刻联系各方，集结人手。这次我们要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剑气干扰很强，临时探查范围被压缩到不足100米，通讯符箓的效果也大打折扣。无妨，剑心所至，皆可为也。希望咱们的鱼饵足够香，能把大鱼都引过来。原石即将在此凝结，按计划行事。
东北、西南方向同时出现多股强灵力反应，怎么回事？竟是教分兵了？不对啊，根据能量监测，原石明明会在我们正前方的剑魄池凝结，他们分散兵力干嘛？玄甲，什么情况？高义强烈疑似金丹自爆，必暴露。老夫这边也发现一支小队，实力不符，正在纠缠。陈小友，你们那边如何？我们这边也有客人来了。竟是叫这群疯子用命来换我们的状态！原石快成型了，他们主力还没出现，不对劲。检测到高强度空间遮蔽立场，我们被包围了。之前恭候多时了，多谢你们帮我们清理了杂鱼，现在接受我的谢意吧。是噬灵锁元阵，他们早就布好了陷阱。张，果然是你！诸位道友，你们做得很好，比老夫预想的还要好。一开始我怀疑内鬼是你，后来你为了天机阁身受重伤，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没想到你为了骗我，竟然对自己那么狠。你的目的是什么？自然是重塑乾坤，成为这方新秩序世界的主宰。让我意外的是，陈阁主竟然能建起灵能网络，这给我省了很多麻烦，我还要谢谢你。为了你所谓的新秩序，就可以随意牺牲一切。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你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若你愿臣服，我可允你在新世界得一席之地。我臣服你个棒棒锤！等我脱困，必定剿灭你这只千年虫。如果是我脱困之后，会第一时间回基地看看。你什么意思？别跑！张红他竟然隐藏得这么深，赶紧回去，基地肯定出问题了。所有后门都被封死了，我们被踢出管理员账号了。报告，灵能光缆输出逆转，能量在倒流回核心烘炉，自动化防御服路全都失控了，全在攻击我们自己人。该死的近视教！网络失控范围正在急速扩大，按照这个速度，12个时辰内，整个蒲公英网络将彻底易主，成为张红的私人领域。微微、玄甲，还记得我们最开始的那个山庄吗？那里不是已经废弃了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而且有些东西我习惯性的留了一手。你有备用方案？算不上方案，顶多算是个同归于尽的选项。走，去山庄。这是补天计划最原始的架构思路。张红现在掌控的网络是不断完善的那个完美版，而这个最初版结构简陋，漏洞百出。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才不会被节点控制。你想用这个原始架构去冲击他现在掌控的完美网络，以点破面？没错，他不是想当管理员吗？我就给他送一份病毒大礼包，用最初版冲击他的完美版，就算不能夺回控制权，也要让他的新秩序网络瘫痪。追来了，目标锁定，清楚。陈邪小心！玄甲，继续你的工作，只要我不死，没人能优化你。帮我争取3分钟，不，2分钟就行。保护他，他在手错真理。赶快阻止他！完成了，都他妈给老子闪开！我要交付最终版本了。这是什么？陈邪，你成功了，你打断了他们的掌控。成功，暂时宕机而已。不过，微微，还记得我们最初设计烘炉时那个被否定的能量探索起点方案吗？你想制造一个临时的能量黑洞，强行吸收过载的能量，可那需要无法想象的能量，稍有不慎，我们连同这小半个世界都会。所以需要个载体啊，看来得给我自己打个终极补丁了。
陈仙，不要！能量流指向明确，他在以自身为容器，构建临时能量系列，这是唯一在张红完全修复前稳定局面的方法。愚蠢！以为凭借一点原始的共鸣和自身的牺牲就能逆转大势吗？看来这次业绩超额。陈仙，陈仙！生命体征极度微弱，灵魂严重受损，陷入未知深度昏迷。但他成功了，局部规则暂时稳定，蒲公英网络失控速度减缓17.3%。我们赢了，宝贵的时间。林总监，玄甲大人，根据阁主昏迷前争取到的时间，我们已成功修复并重启了17%的蒲公英网络节点，剩余网络大部分处于张红掌控下，但扩张已基本停滞。多亏了陈阁主舍身相护，我们才能稳住阵脚。如今玄甲大人暂代阁主，林总监主持技术，我们愿追随到底，夺回我们的世界。在他醒来之前，我们必须守住这份基业，并准备好反攻的武器。玄甲监察司内部清理情况如何？保守派、肃清派、残余已基本肃清。很好，传令下去，启动涅槃计划，利用我们掌控的节点，全力生产新一代光能枪和规则干扰器，同时向所有尚未被张红完全控制的区域广播张红的阴谋。教主，天机阁残部稳住了阵脚，并开始利用原始架构反击，我们的网络扩张受阻。另外，他们正在大规模制造针对性的武器。跳梁小丑，垂死挣扎，加速对剩余网络的解析。待我完全融合6块原石与网络权限，便是他们的末日。陈贤，你倒是给我留下了个不小的麻烦。陈贤，大家都很好，网络在恢复，新武器很快就能列装。玄甲那个面瘫脸现在也会偶尔卡顿一下，估计是在学你吐槽。你快点醒来好不好？没有你在旁边瘫着偷懒，我卷的都没动力了。诸位道友，1年前，陈贤阁主为阻灭世之劫，舍身承载狂暴能量，为给我们争取一线生机，而他陷入沉睡。今日我等汇聚于此，以亿万愿力为引，期盼阁主魂兮归来。戒狱监察司以秩序之名见证并助力此次愿力汇聚。陈贤，你终于醒了。欢迎回来，陈贤阁主。当前世界业绩完成度42.7%，仍需努力。面瘫脸，1年不见，你这冷笑话的功力见长啊！好了，煽情环节结束，休假正式结束。接下来是时候找那个乱改我们项目需求的前合伙人，好好算算总账了。阁主，您苏醒后，我方网络节点稳定性提升了20个百分点，很多观望的势力都主动要求加入。张红那边似乎也加快了动作，他控制区内的能量波动越来越不稳定。这是版本强制更新，问过测试员的意见了吗？微微，我们现在能调动的最强算力，加上我这化神期的管理员权限，能不能反向推演出它的确切坐标和能量薄弱点？结合你带回来的原始架构理解和现有网络数据，可以尝试，但需要极其庞大的能量和精准的时机。能量，咱们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蒲公英和愿力。时机嘛，老玄监察司有没有那种能暂时屏蔽天道感应，或者说让系统卡顿一下的玩意儿？有，规则静默立场，最高议会禁术，代价巨大。对付这种开挂的管理员，就得用非常规手段。准备一下，咱们给他来个服务器强行维护。我去找老朋友叙叙旧。陈贤，你竟然能凭借众生愿力踏入化神，还修复了道基，可惜你来得太晚了。我已找到第6块原石，60归一，网络臣服，新世界就在眼前。少废话，私自篡改项目需求，侵占公司资产，还试图给全体员工格式化，你这 CEO 当的不合格啊！今天董事会要罢免你。
就凭你，即便化神，也不过是旧规则的残党，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管理员权限。玄甲，就是现在！找到了 ，bug 就在那里。微微，注入修复补丁。检测到非法规则聚合体，执行终极清理协议，补添正版授权打击。不，这不可能，我才是新世界的。你的绩效不及格，公司决定即刻将优化。输了，竟然输了！搞定，收工。接下来要去清理监察司那帮蛀虫了。你这混蛋，吓死我了！没事了，没事了，我这不是活蹦乱跳的吗？而且因祸得福，直接化神初期了。谁担心你了？我是怕你死了，天机阁的业绩没人背锅。是，都是为了业绩。走吧，去监察司清理一下那一堆垃圾。我是玄甲，依据监察司紧急状态条例及最高权限裁定，现对勾结净世教、危害位面稳定的肃清派成员实施强制清除，放弃抵抗，接受审查是你们唯一出路。玄甲，你引狼入室，背叛秩序，规则之塔壁垒森严，岂是你们？行了，反派死于话多不知道吗？给他们的大门 UI 做个优化。早就看着大门设计不顺眼了，缺乏亲和力，交互逻辑陈旧。愣着干嘛？扫啊！不扫的话，我们可要强制卸载了。地球，这是旅行者的内容。上世纪人类发往太空的。这东西什么时候接收到的？信号源来自界外虚空，接收时间约在3个月前。接收后被严长老列为绝密，并未上报议会，而是私下组织人手进行反向工程分析。桃园先遣开发，哼，这帮蛀虫拯救世界没本事，就想着跑去当殖民老爷。他们定位到地球了。幸亏我们来得早，再晚几个月，怕不是真要让他们搞出异界入侵现代地球的戏码了。怎么，想回去继续当 UI 打工人，天天被甲方催稿，被项目经理 PUA？ 你去哪，我去哪，别想甩了我。回去又能怎么样呢？在那个世界，陈贤和林薇薇已经猝死了，在这里，我有了兄弟，还有你。封印这段信息，任何人不得启用。说得对，那边就当是个存档吧。没错，而且这边马上要有灵网 6.0 了，网速绝对比5G 快。微微，搞个灵能模拟味觉项目，把火锅奶茶都复刻出来。根据能量守恒与你真度需求，该项目预计需消耗。停，老玄，你别动不动就泼冷水行不行？有点梦想。阁主，张红的生命体征平稳，但意识活动近乎于无，灵魂损伤极重，暂无苏醒迹象。看紧了，这老狐狸诡计多端，说不定还藏着后手。所有从他身上和净世教总部搜刮出的资料、法器，都已完成初步解析和封存，除了那几块失去光泽的力量原石。原石内部能量结构陷入沉寂，无法调用，也无法摧毁，其本质仍需进一步研究。先收着吧，说不定是后续版本的资料片钥匙。现在嘛，是该给我们这个拯救世界的项目组做个阶段性总结了。我宣布，天机阁从今天起正式升级为科学与修仙联合委员会，简称科修委。本人勉为其难任主，林薇薇任首席设计师，玄甲任秩序执行官兼首席风控官。这名字还能再土点吗？名称变更已记录，权限同步中。真的不后悔留下？有什么好后悔的？那边是过去式了，而且这边有你。切，少肉麻！我只是觉得这边项目潜力更大，用户群体更需要教育。对，都是为了项目。等忙完这阵子，咱们把婚礼办了吧。你想得美！先把你承诺的灵能火锅搞出来再说。
陈贤瘫在底椅上听着汇报，时不时插嘴。总算有点走上正轨的感觉了。就是这，当得比当年写代码还累。知足吧你，现在好歹是制定规则的人，不用再被别人的业绩指标压榨了。说得对，我们的业绩指标我们自己定义。对了，之前从监察司数据库抄录的那些关于世界底层规则的资料，你研究的怎么样了？有些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则比我们想象的更程序化。张红所谓的管理员权限，很可能是一种对底层规则接口的高级访问能力，而高等文明。检测到地维试验场 T 负734，已完成自我拯救里程碑事件文明潜力评估。梁线根据多维宇宙观测与发展协议，向关键变量个体陈贤、林微微发出多维宇宙治理实习计划邀请函，是否接收详细信息？卧槽，宇宙级 HR 实习计划。治理实习，我们这是被高等文明发了 offer。这信号源无法追踪，权限等级高的离谱，直接覆盖了我们的灵王主频道。信息结构无法解析，蕴含规则层级远超认知，威胁等级无法判定。怎么办？接不接？喂，发 offer 的，出来走两步，先把实习合同和员工手册发来看看啊！薪资面议，我们可不吃这套。纯的画饼，知识及报酬，这不就跟老板说公司平台好，能学到东西一样忽悠人吗？连零食都不给。重点是这个吗？这是接触更高层次文明和技术的绝佳机会啊！接受邀请可能带来技术爆炸与文明跃迁，但存在未知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文化冲击、规则排斥，沦为廉价劳动力。看看老玄都说了，廉价劳动力。我们好不容易把这边的业绩干起来，眼看就要走上人生巅峰，迎娶白富美了，跑去给他们当实习生，不去。不过嘛，直接拒绝也太不给甲方面子了，咱们得讲讲价。那个多维宇宙治理中心的 HR 是吧？你们的 offer 我们看了，兴趣是有的，但待遇方面我们有些小小的要求。第一，我们要求远程实习，主要工作地点还是在我们本方世界。第二，我们需要带薪，这个薪可以是技术，是资源，是权限，但必须量化。第三，拒绝996，跨宇宙工作有没有996？反正我们要求弹性工作制，保证休假。第四，得签正式合作协议，明确权责力，拒绝霸王条款。条件已接收，正在提交审核，审核通过，可接受合作协议模式。具体条款可后续协商，是否确认签署本宇宙协同治理框架协议试用版？看，这就叫谈判艺术。你这哪是谈判，你这是菜市场买菜。管他呢，结果好就行。签，赶紧的。签完，我们还得去搞灵能火锅项目呢。这是什么？信号源自灵网自身底层，利用了某种我们未知的后门协议。是张红，他果然还藏着备份。他在强行抽取灵网核心节点的能量。看来上次的格式化没做彻底，咱们得再下一趟副本了。欢迎来到世界的后台，在这里，规则由我书写。规则锁链防御模式，环境参数被恶意修改，尝试进行界面优化。不对，他不是完全体的张红。他的意识核心不稳定，像是强行融合了某种东西。没错，我接纳了他遗弃的垃圾代码，融合了此界诞生之初的混乱规则。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世界之主。垃圾代码整合员还挺自豪，怪不得逻辑混乱，说话都不利索。他现在的状态是虚胖，核心逻辑是混乱的，硬拼规则掌控我们吃亏。得找到他那个混乱核心，用最基础的真理去冲击。最基础的真理，比如1+1等于2，能量守恒等。这是什么？不可能！我的规则为何无法解析？你的最终绩效是零蛋，开除。不，他不会放过你们的。
还在想张红临死前的话。他这个指向太模糊了。检测到协同治理者已处理内部重大威胁事件编号 T734INCIDENT01，表现评估良好。现发放第1阶段知识报酬与技术支援，是关于高效能量应用、物质重构以及初步跨位面通讯技术的原理。首席，我们的灵网核心算法直接优化了，效率提升了3倍。哦，这回倒是挺大方。看来咱们刚才干掉张红，算是通过了实习期的一个考核。可以如此理解，现正式授予本宇宙协同治理者权限初级，请继续引导此文明向有序方向发展。如有需要，可通过新开放频道申请技术咨询。咨询收费吗？基于合作协议，基础咨询免费，高级技术支持需消耗治理积分。看吧，我就知道有积分制，万恶的资本家无处不在。你能不能关注点重点？这些新技术能让我们的发展速度提升好几个量级。好吧，微微，你牵头成立一个宇宙黑科技研究部，老周给你打下手，老玄负责评估风险和制定新规则。数月后，根据提供的原理，我们已经可以稳定接收到来自邻近几个位面的基础背景辐射信号了。虽然还无法解析具体信息，但证明通道是可行的。太神奇了！这技术要是完全掌握，我们是不是就能和别的世界打电话了？理论上可以。求救坐标 Zeta7 文明遭受收割，重复求救。立刻记录信号特征和坐标，上报科执行官。信号来源遥远，跨越了多个位面壁垒。我们要回应吗？按照高等文明的协议，我们有义务处理异常事件。回应，当然要回应。先通过官方渠道向咱们的合伙人高等文明提交一份关于接收到未知宇宙求救信号的情况说明及应对建议请示，已拟定草稿。很好，记住，咱们现在是有组织的人了，遇事不决，先写报告，让上面去头疼。信号源 Zeta7 已确认，为一独立发展文明正遭受未知跨位面实体收割者侵袭。此事件属于观察范围，尚未达到我方直接干预阈值。鉴于你们已具备初步跨位面探查能力，建议你们酌情处理，积累治理经验。相关事件数据将计入治理积分评估。酌情处理，翻译过来就是活派给你们了，干得好有积分，干砸了自己兜着。但我们看着一个文明在我们附近消失，提前了解并应对潜在威胁，符合我们的长期安全利益。此次行动可作为能力验证。那就干组建深空探查小组，我亲自带队。太危险了，我们对那边一无所知。放心，你老公我现在是化神期，加上高等文明给的技术，自保没问题。再说了，有咱们的首席风控官在，风险可控。老玄准备人选和装备。初步名单已拟定，需优先配备最新研发的跨位面通讯器、强化版灵力护盾与环境适应系统。一切小心，随时保持通讯。知道了，首席大人，家里就交给你了，灵网别崩，等我回来吃火锅。所有设备检查完毕，坐标 Z7已输入，能量充填98%。第一次执行宇宙级任务，我连遗书啊不是工作报告都写好了。别那么丧气，咱们是去送温暖的，不是去送人头的。走了。哇，这就是穿越位面的感觉吗？比坐灵舟刺激多了。检测到未知引力场干扰，非自然形成。哦，还没到目的地就有迎宾队伍了。识别低等文明航行器闯入收割区域，予以清除。得，看来这 Zeta 负7的收割者不太友好啊！全体进入战斗准备。老玄，启动防御。周震，尝试分析对方科技，顺便给总部发信号。遭遇不明身份武装力量拦截，请求战术指导。敌方攻击模式分析，能量武器为主，附带空间扰乱效果，科技等级评估高于我方，但并非无法抗衡。他们的能量核心很奇特，像是活的一样。我在尝试干扰其能量回路。微微传来的资料库里有类似记载，这是一种基于意识能量的科技，别硬拼。就是现在，集中火力攻击那艘瘫痪的。目标威胁等级提升，调用更高前线单位。
打了小的，来了老的，准备撤退，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回去。准备撤退，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回去。信号受到强烈干扰，传输不稳定。启动所有中继节点，优先保障关键数据回传，分析对方科技弱点。这里是 T-734协同治理者，我方探查小队在坐标 Zeta-7遭遇未知文明收割者攻击，对方科技危险，具有扩张性，已确认对我方构成威胁，请求依据协议提供紧急战术支援及更高级权限解锁。情况已确认，威胁等级评估中，评估通过，临时授予区域性自卫反击高级权限，传输对应性武器数据包及意识屏蔽立场构建方案。快解析数据包，同步给前线。来得正好，老玄加载意识屏蔽立场，周震构建灵能共振炸弹，频率按资料来。有效，他们的意识能量核心被干扰了，撤。任务完成，初步接触击伤敌舰一艘，逼退小型舰队，采集关键数据若干。报告，回头再写。安全回来就好。太惊险了！收割者的技能书完全点歪了，靠掠夺和吞噬其他文明意识能量发展，简直是宇宙癌细胞。根据其行为模式及科技特征推算，其威胁范围将持续扩大，最终必将波及我方。高等文明发来评估，我们此次行动被评为良好，获得大量治理积分。他们再次强调，Zeta-7及收割者问题将作为我们的长期考核项目。得，看来这宇宙警察的活儿是甩不掉了。不过也好，至少咱们有了初步对抗的能力，还赚了积分。接下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备战呗！利用积分兑换更高级的技术，扩大我们的优势，同时持续监控 Zeta-7方向，看看能不能和那个求救文明建立稳定联系。咱们得从被动接单慢慢转向主动运营了。以前觉得拯救世界就是终点了，现在才发现那只是个开始。宇宙很大，麻烦很多，但我们在一起就不怕。没错，而且这次出去一趟，我更加确定了一件事。什么事？咱们把婚结了吧。怎么突然说这个？今生死方知寻常可贵，我想给你一个家，一个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归宿，就在这个世界，在我们亲手拯救、亲手建设的地方。好。We wild and we can't be tamed, and we turn the floor into a zoo. Ooh. 婚礼仪式开始，第一项证婚人致辞。根据流程，我就是证婚人。陈贤与林薇薇二位在拯救世界、推动文明发展、初步应对跨位面威胁等绩效考核中表现优异，配合默契。经综合评估，同意你们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祝你们合作愉快，持续共赢。老玄，你这证婚词真是够硬核的。算了，挺符合他风格的。不错不错，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原汁原味的社畜风采。安静一下，我来说两句。今天我特别高兴，不仅是因为娶到了薇薇，更是因为看到这么多熟悉的面孔，能站在我们自己亲手建设的世界里举办这场婚礼。以前在地球，我们就是两个普通的社畜，为了业绩奔波，总觉得生活少了点什么。穿越到这里，我们靠着一身职场技能，卷出了一条生路。我们做了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这个过程很累，比加班还累，但也很爽，因为这一次我们的绩效是由我们自己定义的。今天我和薇薇在这里，不仅仅是一场婚礼，也是向我们共同的过去告别，向我们亲手创造的未来宣誓主权。以后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新家，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说起来，我们好像一直不知道老王是谁，没有他留下的线索，我们可能早就迷失在那个秘境里了。我之前用高等文明给的权限，在系统的已注销用户档案里查到了他的完整记录。他到底是什么人？王建国，2022年穿越，职业国家航天局某重点项目的高级架构师，他可能是我们所有穿越者里专业最硬核的一个。但他还是失败了。明天我们去给王宫的档案里上传一份完整的补天计划解体报告和灵网6.0。不，得让前辈知道他种的树已经成荫了。